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张爷爷在之前的体检中被发现是血压和血脂都有些高，医生建议他要调整生活习惯，并定期的回医院复查。但张爷爷觉得医生太大惊小怪了，自己身体也没有不适的感觉，所以还是该干嘛干嘛。饮食还是长期的大鱼大肉，还偏爱重口味，也没有回医院复查。当晚，张爷爷和李奶奶一起出门散步，在散步结束后，两个人正准备回家，可是张爷爷突发的身体不适，栽倒在地上，无法起身，嘴里还在嘟嘟泱泱的说话，但是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。最后在路过邻居的帮助下，张爷爷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，经过头颅 CT、MRI 检查后，张爷爷被确诊为脑梗死。经过抢救，张爷爷才死里逃生，转危为安。医生说，他之所以会突发脑梗，和他之前被查出的高血压、高血脂之间有很大的关系，加之饮食高油、高盐、高糖，不重视病情，才导致这样的后果。临床上脑梗的发病率很高，而且很多患者都是突然发病，因抢救不及时而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。那到底脑梗死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？什么是脑梗死？柳叶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全球每年新发脑梗患者约1370多万人，其中中国占有551万人，占比达到了 40%， 位居全世界的榜首。脑梗在中国是致死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。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中的数据显示，中国31个地区2018年住院的27万例脑梗死患者中，发病后的 3.5 小时内，静脉溶栓率为 24.2%， 住院死亡率为 0.4%。脑梗死又称为是缺血性的脑卒中，是指脑部血液出现供应障碍，继而因缺血缺氧而引起的脑组织局部的坏死软化。发生脑梗死后，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的话，就会出现症状难以缓解、恢复困难的情况。一些患者甚至因此而落下了终身残疾、偏瘫、失语、意识障碍等等，乃至失去生命。脑梗并非无迹可寻，出现5个症状就要警惕了。脑梗在来临之前，其实会出现一些预警信号，但很多人会将这些信号忽略，以至于延缓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头痛头晕，头部出现不适，可能是大脑供血供氧不足所致。当近期发现自己频繁地出现头痛头晕症状，并恶心想吐，一定要多加的重视，及时就医进行检查。疲倦想睡，日常出现困倦、十分想睡的症状，且休息后也无法缓解，这个很可能就是身体内氧气不足的表现。但突然总是长长的打哈欠，警惕可能是动脉阻塞导致的大脑缺血。视力突然下降，脑梗会破坏掌控视觉的大脑中枢，继而让患者突然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。早期一般持续的时间较短，随着病情的发展，病症出现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，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会增加。偏知肢体无力，四肢的活动以及感觉都是由大脑控制的，一旦大脑内出现异常，会导致感觉以及肢体的活动度出现异常，表现为肢体无力，无法正常行走，或者是走路的时候突然的向一侧倾斜、跌倒。口角歪斜，很多患者在发病前夕会有口角歪斜的症状，自己无法控制面部的表情，面部麻木，喝水的时候会漏水，这时说话也会费力，语言不清，大舌头，甚至会流口水。当身体出现以上的症状时，就一定要重视起来，及时的到医院检查。吃出来的脑梗，厨房里的3种调料滥用或者是帮凶。据数字显示，2002年到2012年间，中国群众的食物内的添加糖的消费
由 20.4% 上升到 26.9%， 其中女性消费明显高于男性。除了糖以外，盐分的摄入量也不低。有一项研究对2010年到2012年间中国群众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监测，结果发现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为 10.4 加 0.2 克，明显高于世卫组织推荐的每日5克的摄入量。你知道吗？脑梗可能是吃出来的。厨房里的盐油糖过量的使用也会成为脑梗的帮手。长期保持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模式会让血管很受伤。糖分摄入过多，超过身体所能消耗的量时，多余的糖分就会在体内堆积，继而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发生堵塞的风险也会增加，最终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而盐分摄入过多则会导致血管弹性下降，血压上升，在这个前提下，发生脑梗的风险也会显著的增加。许多研究证明，每天盐的摄入量增加 1.15 克，脑中风发病风险将会增加 6%。 这主要是因为高盐饮食会增加钠元素的摄入量，从而诱使血压升高，导致心脑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。而食用油吃得太多，不仅会导致甘油三酯升高，体型肥胖，同时还会增加患者得糖尿病、癌症、脑梗死、心肌梗死等疾病的发病风险。虽说盐油糖并不是直接诱发脑梗的元凶，但它们会间接的让血液逐渐的变得粘稠，增加血管压力，降低血管弹性，是脑梗发生的帮凶。4. 做好4点，从生活预防脑梗。脑梗的发生并非是一蹴而就，和生活中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之间有很大的关系。想要预防脑梗的发生，我们需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去做出改变。1. 治疗原发病，减少风险。一些罹患高血压、高血糖以及高血脂的人群，日常需要遵医嘱定时定量的用药，还有定期的回医院复查，观察病情控制的程度以及身体是否出现异常，两者缺一不可。2. 清淡饮食，营养均衡。饮食上需要以清淡为主，减少摄入高脂肪、高热量以及高糖分的食物，避免让体内的脂肪堆积过量，诱发身体的肥胖症等。在食物上的选择，我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蛋奶类、豆制品以及适量的肉类。烹饪方式最好不要选择油炸、煎制以及烧烤等热类较高的，以蒸、煮、炖等清淡为主。3. 定期的运动，避免久坐。运动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的速度，让我们的身体消耗更多的热量，对预防肥胖有很大的帮助，也可以让体内多余的代谢废物尽快的排出，可帮助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4. 调节心情，乐观生活。长期处于压力过大、精神紧张等不良的情绪下，会让大脑也得不到休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发生脑梗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。日常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多出去走走，和人倾诉等，不要压抑自己。脑梗是一个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一种疾病，在日常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预防其发生，认识脑梗史，警惕脑梗史的前兆症状，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才能将疾病扼杀在摇篮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